其实当初产生了要做星穹铁道这个项目的想法，来源于我从小的一种对科幻的热爱吧。2023年4月20日，星穹铁道项目启动之际，我们采访了参与项目的员工，分享他们的想法。采访我吗？稍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图炫完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有时候我坐在火车上就会想象，窗外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乡村山野或是高楼大厦，而是浩瀚星球，广袤银河。星球是一座座站台，让火车得以停靠并驶向下一个远方。火车连接起彼此，各种社会认知，各种文明发展中诞生的生命，彼此交流。终于到了今天，我想我可以比较自信地宣布，我们的梦想成真了。我从21年就开始负责铁道项目的一些程序支持工作。这次参加星穹铁道项目，其实对我来说蛮兴奋的。一方面是看到自己做的 AI 在帮助项目的正常运转，例如航道指引啊、人力分配之类的。另一方面呢，也是能够接触到国内外各种关于火车、铁道的高精尖技术。对我来说，就算是不断学习、刷新认知的过程吧。请问进入项目组之后，你有什么收获吗？我是20年进入的项目组，负责一些概念设计。进来之后，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特别追求极致。我们和 TA、程序、美术还有施工部门在前期做了非常多的预研。为了确认火车在跃迁时的效果，专门进行了跃迁装置的制造实验。毕竟只有亲眼所见，才能获得最准确的信息。刚毕业那会儿啊，我想做点大事，然后就进了铁道项目组。不过做了2个月之后啊，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想开了。之前啊，我一直抗拒继承家里的公司，现在感觉啊，其实那只是单纯的逆反心理罢了。真的，这金融市场啊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哎，我说，你也别拍什么纪录片了。我最近啊，其实在研究虚拟货币。等你辞职了，我们俩联手，我出技术，你当法人，我们5-5分账。哦，我们是那个公司请来的搬运工，搬点东西。哎，你们这能上电视吗？请问您来米哈游有什么收获吗？米哈游收获啊？哎，这个算吗？其实我最近才刚刚以小生的身份进入到星穹铁道项目。您的咖啡好了。稍等一下，我帮我们组长拿下咖啡啊。谢谢。虽然我是一个新人吧，但是公司指导我挺多的，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。同事们还都挺信任我的。有几个工程快要收尾的时候 ，leader 就让我去负责项目，连工程签收都让我来签字，就感觉很开心，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。哦，对，负责铁道的技术顾问也是 leader 给了我一个名单，让我去联系。哦，好像还有一个是诺贝尔物理学家。我姓诺，叫诺贝尔，是这次列车的技术顾问。这次铁道进行星际旅行的原理和方案啊，就是我负责的。它其实啊，就是一种空间的跃迁行为。它利用这个天然气燃烧产生的巨大能量，将一定范围的物体所在的时空环境与目标地所处的时空环境啊，进行一次2维折叠，并打通它们之间的次元通道。这个在科学界呢，我们也把通过这趟列车进行开拓旅行的人称作2次元。现在啊，项目落地了，我终于也能成为2次元了。我是园区保安，刚才接到举报来抓小偷的。你们刚才拍摄到的作案过程，麻烦你们把拍摄的素材往回倒一下，可以吗？对的，请务必保存好这段录像。哎，你们俩别跑，站住！
没什么好采访的，我呢就是参与了这个项目的一个普通焊接工人。不过让我感到蛮开心的一点，就是感知到社会的科技能力真的提升了。以前这种东西只是存在于想象当中，现在一辆真的星穹列车就停在我面前，让我感受到社会的富强与科技的进步，它确实存在。其实，在星穹铁道这个项目早期，我焦虑过这个事情的可行性。作为一个2次元公司，我们来做这么大一个项目，能行吗？但最后还是觉得这是有必要的。据科学家的长期监测，巴鲁坦星人已经发现了我们地球的存在，对我们一直虎视眈眈。近来新闻也报道了，我们侦测到他们正在新港附近集结新建部队。如果他们真的入侵了，我们还可以通过星穹铁道装置去进行人类转移。所以我们认为，我们绝对不能作弊上官，造出真实的跃迁装置，让星穹铁道尽快通车，是我们的愿景，更是我们的义务。技术在拯救世界，这不是一句空话。这次，我们真的要拯救世界。星穹铁道已经建成，即将要启动，带领我们离开地球，前往未知的宇宙远方。距离跃迁装置实验还剩最后半小时，各单位做好准备。我是制作人大卫，也是本趟星穹列车的乘务长。希望未来我们能在星河的银轨上相遇。导演，你看那边怎么了？小声点，先开玩笑。这画面怎么进来？哎，我机器怎么了？哎，我。2053年4月20日，星穹铁道项目启动之际，我们采访了参与项目的员工，分享他们的想法。有时候我坐在火车上就会想象，窗外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乡村山野，或是高楼大厦，而是浩瀚星穹。其实制作星穹铁道这个项目，来源于我30年前看到的那个新闻吧。当时有一家公司为了制作星穹铁道，真的研发出了跃迁装置。虽然他们最后不知道跃迁到了什么地方，整栋楼消失了，项目最终的上线时间也成了谜。但这件事在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心中，留下了名为星穹铁道的种子。这也许算是一种对科幻浪漫的传承吧。